嘿嘿嘿，我是 Jerr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现在位于美国加州矽谷 Apple 的总部 Apple Park， 后面呢就是我从今天开始要开始工作的地方了。明天2022年7月18日将是我在 Apple on board 的第3次。怎么说呢？回到2017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本来要去慕尼黑大学念 Data Science 的 Master Program， 就在等德国发给我的签证。但是后来 Apple 来找我面试，但想不到3个礼拜就拿到了 offer， 就陷入了一个我必须现在就要做决定的两难。最后我就是去了苹果工作。2017年的9月，在上海是我第一次在 Apple on board。第一天呢，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去拍照。那时候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女生都不知道要拍照，然后就去厕所补妆。那边会有专业的 photo room， 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帮我们拍照。拍了照之后还会大概修一下，然后马上就印了我们的 badge 出来。每一个员工的 badge 上面的苹果 logo 都是不一样颜色的。第二次在 Apple on board 是我在那边工作了2年多后，透过内部轮调到了新加坡的亚太营运总部。从中国苹果转到新加坡苹果的中间，我放了1个月的假。这1个月的假当中呢，我主要是用2个礼拜的时间去哥斯达黎加做国际志工。我那时候主要负责的项目是去比较弱势族群的孤儿院修葺他们的房子，然后还有教小朋友英文。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之后也会做一集来介绍怎么样去申请国际志工在哥斯达黎加的 experience。那在做完国际志工之后呢，我就顺道去了 Apple Park， 就是这个地方 Apple 的总部，去找我的以前的同事。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来 Apple Park， 在这个 Apple Park 的外围，员工常常在这边慢跑，所以这个算是 Steve Jobs 在去世以前，他心心念念想要成立一个新总部，大概1万多的员工都可以放在这边一起工作。Apple Park 的中间是一个花园，中间还有一个小池塘。如果你有在看苹果发布会的话，他们常常会找到这个 Apple Park 中间有一个彩虹的舞台 ，Lady Gaga 就在这边开过演唱会，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宏伟的一个建筑物，如果在这边工作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过3年后的今天有可能在这边真的开始工作。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我就从台湾到了新加坡，开始我在新加坡苹果的一个工作。但是大概做了3个月之后呢 ，COVID 就爆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直都有一个缺憾，是我没有好好的去探索新加坡。2020年的3月就开始在家上班，到了5月底，那时候我就飞回了台湾做例行的健康检查。然后在7月准备要回新加坡继续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我发现了气胸，结果我就因此在台湾待了1整年，都是 work remotely。那在这1年的中间呢，我也申请了 MIT， 想要再去进修。其实，在去年9月开学后的1个月，我就重新面试了苹果总部这里，也很顺利、很幸运的录取了。Today I got a box from Apple. 1 Apple Park Way, Cupertino, from the Apple headquarters. Oh, it's pretty sweet. It's a bag. Oh my god! See what's inside? Oh, there's an Apple t-shirt, but I already have exactly the same one. 那我觉得蛮感人的是，他们就愿意等我等到隔年毕业。又让我回台湾1个半月，7月中让我才开始上班。贵人包好利啊，我提米个探头子，回妞来对拢是皮筋安乖乖哦。当回来。下周1开始就要在矽谷工作了，非常紧张，彻夜未眠，因为得差早上9点50从台北起飞的飞机，到旧金山还是12号周六早上的7点，所以我打算在飞机上要睡得着。整理了2大1小的行李，因为公司有付超重费100美，然后原本就装得很开心，每一个都超过3公斤左右，结果发现联合航空是好像只要超过就是要收200美金。
连我的后背包都塞得鼓鼓的，大概有含了10件的 T 恤，希望很快可以再回来台北。走了。啊！很快就到了桃园机场。昨天大概是过到了一半才发现，原来我其实可以搭 Uber， 因为这次 relocation， 所以公司可以报销从我家到机场的这一段。要出境喽！我有一个台大商研的同学，他在里面做地勤。等一下9点，他刚好休息，我们可以见个面。耶！谢谢他来接我。刚刚跟同学聊天聊得太忘我了，然后结果现在变成最后几个登机的，超不好意思。过了海关，海关真的超级凶，因为这次入境是拿 F1 签证的，是用 OPT 身份，所以那个手续比较复杂，要出示的文件比较多。就这样放手了。朋友的汽车有自动驾驶功能，他放手的时候差点吓尿。为什么会找到这个房子呢？北美有一个 gay 的微信群，里面有非常多的子论坛，像是打球啊，或者是 Bay Area 的 Meetup， 或者是 Outdoor。那其中还有一个群是租屋群。那我在这个群里 PO 说，我可能7月中的时候会来湾区工作，需要找房子，大概有3-4个房东联系我。最后选择这边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离 Apple Park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蛮近的，大概开车10分钟左右。如果我不开车的话，走路走10分钟也可以到我们 Apple 的另外一个 building， 它那边有接驳车来往 Apple Park。这个地方是一个 townhouse， 房东跟另外一个室友住3楼，我住在这边的是2楼。2楼有我自己的房间跟我的卫浴，还有厨房跟客厅。1楼的话就是车库、玄关，还有另外一间半个厕所，感觉治安蛮好的。太兴奋了，现在要开箱我的房间，紧张。比想象中大，因为之前看影片，然后好像没这么大，但观众们看影片应该也觉得很小。因为我的房间是地毯，然后在 Amazon 买了一个可以吸地毯吸尘器，这些纸床也特别少数现在的才会。下去了。48 hours for it to fully like be what it should be 。好可怕哦！我新室友吃完饭之后，朋友还让不太敢开车的我开他的车去卖场。那么突然的第一次在美国开车，开别人的车，还见了也来矽谷工作的 MIT 同学。因为公司 relocation package 有送30天的租车，所以必须逼自己在美国开始开车。要租好车，要去领车，走。对啊，超级大怎么办？第一次在美国开车，该不会就是要开那么大的车吧？回 Apple 上班的前一天，礼拜日。Have you ever met someone you feel like he's the one? Have you ever loved so much it almost hurt? I wish I could explain your eyes 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 How you smile makes my heart skip a beat. 第一天上班就我们自己开车，这是Apple 给我的免费租车30天。So complete.
超级喜欢这个 neighborhood， 非常的宁静，邻居也蛮单纯的。我觉得我的房东人蛮好的，因为我没有要车库这个位置，所以他就再便宜我100块。如果有车的话，我就必须得停在外面。不过幸好这个小区还有这种 guest parking。在2017年的6月的时候，在 HPE 当 HPE Ambassador 的时候，是第一次来美国，而且是出差。然后因为目的地是 Las Vegas， 然后要在 San Francisco 转机。不过那时候一到 San Francisco， 去 Las Vegas 的班机被取消了，所以就变成在 San Francisco 要待7个小时的时间。那7个小时我就利用时间，然后搭了他们的地铁，然后转火车 Caltrain， 然后来矽谷走一走。因为那时候是6月，大概是2017年的6月，苹果的 WWDC。从 San Francisco 机场搭 Caltrain 前往南湾的时候，在月台上遇到2个年轻人，一个也是叫 Jerry， 另外一个是女生，好像是菲律宾来的，叫 Nikki 的样子。他们是要去参加 WWDC 的，而且是拿到奖学金要去参加 WWDC 的。那时候就觉得好酷。那时候在 HPE 工作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总有一天我会在 Apple 矽谷的总部工作。觉得蛮不可思议的。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因为一般外人不能进去 Apple Park 里面，它就在 Apple Park 苹果总部的旁边。它是一个兼具 Apple Store， 就是卖 iPhone、iPad 卖产品，以及 Apple Park 导览的功能。在这个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的这一侧呢是 Cafe Max， 它是有咖啡厅可以让顾客泡茶聊天。那另外一头呢就是我们的 Apple Store， 可以买一些商品，就跟世界上任何一间 Apple Store 没有两样。但它特别的一点是，它还有卖一些 Apple 的 specs 或者是衣服。说明一下，这个就是如果你一进 Apple Park 之后，你就会加班到很晚，出来的时候你只能夜过去长这样。谢谢你的解说。除了 Apple 旧的总部 Infinite Loop 的那间 Apple Store 有卖这些商品之外，这间应该是世界上第2间有卖 Apple 相关商品的。在这个 Visitor Center 的2楼呢，是一个观景台，从那个观景台上面呢，可以眺望 Apple Park 总部的外围。因为 Apple Park 是不能让外人进去参观的，所以你顶多只能在这个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的2楼眺望。1楼还有一个 area， 它是可以用 iPad Pro 的 AR 功能去对着平台上的 Apple 的3D 立体图去看一下里面的图层，然后还有不同的风貌。这条路呢位于 Apple Park 的东侧，叫做 North Central Avenue。其实往左边一看呢，应该要是 Apple Park 的屋顶，都被树挡住了，非常的隐秘。应该是在这个地方。2019年来的时候，就觉得只是观光客的心态来看一下总部，殊不知3年以后，竟然能够在这边上班。第一天上班呢，其实非常紧张，6点就起来了。后面其实有非常多游览车，我猜应该是 Apple 从各个区发车载员工来上班的游览车。看到 Apple Park 了。Apple 是非常注重保密的，所以我不能够进去里面拍摄。但是在 YouTube 上打了 Apple Park Tour 之后，出现非常多在里面拍摄的影片。第一站来的这边是 Apple 的旧总部，要来这边拍照加做识别证。好像已经有一些 New Hire 在这边集合了。在我身后的是 Apple 的旧总部 One Infinite Loop。Yes, so baby is going to sit on my car.Jerry is driving me to my office today. I'm going to go meet my manager. And probably I'll see. Oh no, Didi is working. Oh really? Today? Oh, yeah, it's Tuesday and Thursday. How about you? Monday and Tuesday. Ah, okay, cool. So you'll actually go to office today? I'm going to say class. I'm going to eat these chocolates this time. I'm not going to store them. Complete it today. I'll take a picture of empty wafers and I'll send it to Jen. 刚刚载完我的同班同学Sue来到了他的 office building， 现在我要去 SSA 申请我的社会安全码。其实社会安全码我已经有了，但是几个月前他们把它寄丢了，所以我必须得重新申请一次。
终于办完 SSN 了，超级累，大概浪费了1个半小时。现在要从 Campbell 回到 Apple Park， 然后我的 buddy 跟我的 manager 应该是会跟我吃饭的。还拿到了新的公司电脑。First day at Apple。Hello。第一天总算结束了，因为我担心我的车停在这个 Visitor Center 的 parking lot 被拖掉，因为这边只限30分钟 for 顾客 only。结果我的车还是安好在这边。但我就 anyway 先回家吧，然后赶快开会。好啦，接下来我就会一直在矽谷这边工作，期待之后会有更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也会把过去1年在 MIT 的点点滴滴慢慢的剪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对我在矽谷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我之后也可以考虑统整大家的问题做成影片来回答大家。最后请别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